是堂堂太傅府嫡女，嫁入武安侯府本该一世荣华，却落得抄家流放，生不如死。你一个庶出的嫁了个穷酸书生，反倒成了人人巴结的首府夫人。林敬晨的状元，你的诰命，这一切本该都是我的。是你偷了我的人生，你就是要你死，要你从云端抓进泥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前世我沈月清，庶女出身，错嫁寒门，我变卖嫁妆供他寒窗苦读，耗尽心力铺他仕途之路，殚精竭虑，步步筹谋，亲手把一个寒门书生扶上了首府之位。我曾以为凤冠霞帔便是圆满，绝命加身便得安稳，到头来万般心血皆是空。可笑！议亲那日，原是你弃了侯府，推我入你眼中的火坑。你算尽心机，却算错了天命，反倒说我偷了你的人生。你嫌比的韩如登了首府之位，你争抢的侯府落得全族流放。可武安侯府满门忠烈，段九思他那般坦荡的少年，不该落得这般下场。若有来生，我定要颠倒这错局，讨回血债，护下忠良。月如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武安侯府的婚事是圣上亲赐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。不嫁，我死也不嫁，我才不要嫁给武安侯世子那个顽童废物。我重生了，前世我亲手铺就的荣华，今生我可以给，也可以收。欠我的血债，我会亲手讨回。这局棋，现在该换我落子了。混账！武安侯世家显贵，段世子更是风流倜傥，你到底有哪里不满？家大业大，母亲，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那武安侯夫人是个面慈心狠的老刁婆，世子段九思更是个只知道花天酒度的纨绔。这不过是些传言罢了。传言？我还知道，武安侯在外养着外室，那私生子比段九姬还大，为人聪明狠辣。等他找上门来，侯府迟早被他搞垮，抄家流放。你又是如何得知这些秘辛的？母亲，您不信我，因为昨日醒来，我便能预知未来。荒唐！母亲若是不信，我们不妨打个赌。今日午时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咱们沈府南院的那堵大墙会突然倒塌，届时还会砸伤一个路过的小厮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！何事惊慌？南院的大墙塌了，才买的小厮路过，被砸伤了腿。月如我的好女儿，是娘错怪你了。你不愿嫁的世子，告诉娘你嫁谁？林敬晨。林敬晨，那寡母拉扯的穷书生，你是嫡女，嫁过去是要吃苦的。做人岂能看一时之理？他绝非池中之物，我定助他青云直上。可悔婚侯府是抗旨，我们如何向圣上和侯府交代？这有何难？我们沈家送一个女儿过去，不就行了？将二妹记在母亲名下，以嫡女之名出嫁。她若站稳脚跟，定不忘母亲大恩。让她嫁过去，侯府会不会觉得我们在羞辱他们？但凭母亲做主。二小姐，这位是武安侯府的小哥，有话要传给您。我们世子说了，太傅府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梁换柱，拿个庶女来糊弄侯府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小姐如今是记在夫人名下的嫡女。我只是传话。我们世子还说，姑娘您若是识趣，便该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，若想保全脸面，就该主动去跟太傅说自请退婚。侯府的高门，不是你这种庶女可以攀附的。你们欺人太甚！哟，妹妹，这是怎么了？
我刚听说侯府来人了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世子不喜欢你，要退婚是吧？妹妹，你别伤心，这强扭的瓜不甜。你嫁入侯府，日子也未必轻省。说起来，靖臣倒是有几个同窗，人品家世都不错。虽然是死了原配的管夫，但胜在为人老实，很是上进。不如我改日引荐给你认识。大小姐，多谢姐姐好意，只是妹妹的婚事自有父母做主，就不劳姐姐费心了。辛苦小哥跑这一趟，天寒地冻的，喝杯热茶吧。姑娘，烦请小哥回去，如实告知你们世子，这订婚一事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月清人微言轻，实在不敢承诺退婚之事。若世子当真对这门婚事有任何不满，还请侯爷或侯夫人亲自出面与我父亲商议，如此才合规矩，不是吗？小姐，您还给他银子，那世子真是个混不吝的，他怎么能这么羞辱您？急什么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小姐，您怎么一点都不生气？那武安侯世子也太欺负人了，还没成亲就派人说那些混账话，简直不把咱们太师府放在眼里。喜鹊，与一滩烂泥置气，只会脏了自己的鞋。他越是厌恶我，有个人就越会补偿我。谁啊？给二小姐请安，奴婢奉侯夫人之命，特来为二小姐添妆。我们夫人说了，世子爷不懂事，但侯府绝不敢轻慢了二小姐。我的天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！光那只东珠簪子就够咱们普通人活一辈子了。侯府也太看重这位二小姐了，这排场比当初大小姐定亲时还大呢。有劳嬷嬷一行，月清身在闺阁，无以为报。这点茶钱，还请嬷嬷和各位收下，喝杯热茶暖暖身子。二小姐太客气了，您这般懂礼数，我们夫人知道了，不知该多高兴呢。东西送到，奴婢们就先告退了。第一步，稳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大小姐，奴婢亲眼看见的，武安侯府送了足足3大箱的宝贝给二小姐，珠宝、古玩、锦缎，院子里的下人都说那排场比我当初还风光，是不是？那个老刁泼眼瞎不成？居然送一庶女那么多宝贝，他凭什么？活该他儿子是个不成器的废物！没用的东西，就知道跪在这里，眼睁睁看着主子受辱吗？给我跪到那些碎瓷片上去！什么时候本小姐消气了，你再起来。大小姐息怒，奴婢有个主意，不仅能给您出气，还能让二小姐颜面尽失。说，要是敢糊弄我，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嘴！大小姐，您想，那沈月晴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庶女，侯夫人送礼是看在世子名声不好听，做样子罢的，心里指不定多瞧不上她呢。大小姐，您是嫡女，是太夫府最金尊玉贵的小姐，那些好东西给一个庶女，岂不是明珠蒙尘？您何不就说看上了那些东西，让她孝敬给您，直接拿来当您的天妆，如此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你这个小贱蹄子，脑子倒是转得快，不错，这个主意好。起来吧，买点药擦擦。去，现在就带人去把东西给我抬过来。记住，动静闹得越大越好，我要全府的人都看看，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子。奉大小姐的命令，买取几件东西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我们二小姐的院子，岂是你们能随便闯的？滚开，你个小蹄子！我们奉大小姐的命办事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拦着？我们大小姐说了，她出嫁在即，瞧着这几箱东西很是喜欢，就拿去当天妆了。二小姐身份尊贵，想必不会跟姐姐计较这些身外之物吧？你们这是明抢！
这是侯府送给我们家小姐的聘礼，你们凭什么拿走？聘礼？二小姐，别怪奴才多嘴。您现在是记在夫人名下，可这嫡庶尊卑不是改个名字就能更改的。大小姐是嫡，您是庶，嫡姐拿庶妹点东西，那是抬举您。我跟你们拼了！你们这群强盗！喜鹊，回来！小姐，他们欺人太甚，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吗？敌众我寡，今日你我主仆二人见是拼出性命，传出去也会被人颠倒是非，说我上不了台面，为了区几两碎银大动肝火，让他们拿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小姐，我的小姐！哭什么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小姐，难道就真的这么算了？奴婢不甘心。那些东西是侯府指明给您的，就这么被大小姐抢了去，以后府里的人还不知道怎么看我们呢。算了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就这么算了？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去找老爷告状吗？可是老爷一向偏心大小姐和夫人。直接告状是下策，我们不去告状，我们去为爹爹分忧。分忧？爹爹最重脸面，你只需如此如此。记住，你的话不是在为我鸣不平，而是在为沈家的体面担忧。去吧，爹爹这个时辰也该从同僚的酒宴上回来了。是，小姐，奴婢明白了。哪个不长眼的奴才，没头没脑的乱跑什么？老爷恕罪，老爷恕罪，奴婢实在心急，这才冲撞了老爷，还请老爷宽恕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回话。深更半夜的，你一个丫鬟急着去投胎吗？太傅明鉴，今日侯府送来给奴婢不敢隐瞒，特来回禀。如儿胡闹，回头我让夫人管教她便是。老爷，奴婢不敢状告大小姐，小姐也说了，大小姐拿走那些东西是看得起她。小姐自知侯夫人送来那些厚礼，并非当真看重小姐，不过是为了侯府和沈家两家的体面。只是小姐如今记在夫人名下，代表的是太傅府的嫡女。出嫁那日，若是嫁妆太过寒酸，侯府的人会怎么想？他们会不会以为是沈家，是老爷您故意给他们难堪，存心不把这门婚事当回事啊？我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小姐，听说昨晚老爷雷霆大怒，把夫人都训哭了。今儿一早就要开司库给您添妆呢。是吗？大小姐也被罚了，老爷罚她闭门思过，抄写女则100遍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沈月清，你这个狐妹子，到底给我爹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惹得他居然要开司库给你添妆，还罚我闭门思过。长姐一大早火气这么大，可是昨晚没睡好。少在这装模作样！爹爹开司库给你添妆，还罚我抄佛经，不是你搬弄子非是什么？大小姐，老爷的决定，二小姐怎能左右？滚开！这里有你一个下人说话的份儿吗？你一个庶女，凭什么得爹爹的司库添妆？我的嫁妆单子送上去，爹爹可曾多问一句？阿爹做事自有其考量，以后长姐便要嫁做人妇了。如今在家中有母亲和爹爹的疼爱，长姐你骄纵任性，尚且能被说成是天真可爱。可若是在林家还是这般毫无规矩，大吵大闹，外人就要怀疑我们太师府的规矩了。你一个庶女也敢教训我？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素闻太傅最重规矩礼仪。素闻太傅大人最重规矩礼仪，治家森严。不想今日一见，老奴可真是长见识了。二小姐，老奴奉侯爷与夫人之命，从今日起教导您待嫁礼仪。老奴姓严。月清见过严嬷嬷，劳烦嬷嬷了。腰挺直，肩放平，下颚微收，眼神平视前方，不要看脚下。步子迈得太大了，大家飞绣是走，不是跨。
不对，蹲下时裙摆的弧度要如半月，起身时身形要稳如轻松。再来，手端茶杯央用指腹，轻拢慢捻，不可紧握。饮茶时需以袖掩口，浅尝辄止，不可发出声响。这哪里是教规矩，分明是折磨人啊！严嬷嬷比宫里的还要严厉100倍。喜鹊，你不懂，这些都是我过去求之不得的东西。二小姐从早到晚连喝水都按规矩来，说膝盖都跪青了，活该！那老贫婆，我可见识过她的厉害。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还想当侯府世子妃，真是没毅力的东西。前世段锦思请她来，我还没进门就厌恶透了侯府。前世庶出不懂礼的羞辱，我字字记在心里。得嬷嬷亲授宫廷礼仪，是旁人修不来的福分。今日是最后一日，我再考你一考。若此刻你初见侯夫人，当如何自处？先行大礼示敬，礼毕垂手侍立，静待婆母问话。次坐则侧身半坐，思而后答，温婉谦恭。若侯夫人对你的出身颇有微聘，又当如何？出身非我能择，然品性德行皆有己修。日久见人心，越轻信自己能做好分内之事。好，说得好。月清能有今日，全赖嬷嬷悉心指教。这是亲手缝制护膝，一点心意，还望嬷嬷收下。姑娘有心了，老奴愧领了。世子爷，严嬷嬷回来了。哦，快让她进来。那小丫头是不是被吓得日日啼哭，吵着不肯嫁了？回世子爷，二小姐并未啼哭，也未说不嫁。嗯？那她是不是笨手笨脚，什么都学不会，把你气得够呛？非也，老奴斗胆说一句，沈二小姐乃是老奴生平所见天资最为轻盈、心性最为坚韧的女子。半月之内，她便将所有礼仪融会贯通，举止风华，已是贵女中的典范。她是可造之才。什么？可造之才？嬷嬷，你是不是被她收买了？世子爷慎言，老奴只是实话实说。不可能，她一个庶女，我原以为她会知难而退。哼，潘高枝的小古板。学那些条条框框有什么用？我看她就是个一心潘高枝的小古板，无趣，真是无趣至极。嬷嬷，这次可真是辛苦你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啊就跟吃了蜜一样甜。夫人言重了，是二小姐自己争气。老奴瞧着二小姐不仅聪慧，心思也玲珑剔透，将来定能为夫人分忧，为侯府增光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知道我的眼光不会错。那个沈月如悔婚，倒是成全了我们侯府一桩天大的好事。夫人，大喜事，宫里来人了。宫里？传皇后娘娘口谕：文武安侯世子妃沈氏月清贤良淑惠，勤勉好学，特赐玉如意一对，以示嘉勉。望其嫁入侯府后，恪尽孝道，相夫教子，不负皇恩。臣妇叩谢皇后娘娘天恩。天哪，真是天大的体面！这还没过门就得了皇后娘娘的赏赐，这可是连嫡出的公主出嫁都未必有的荣耀啊！是二小姐的福气，也是侯府的福气，真好啊！哟，这不是得了皇后赏赐的二妹妹吗？学了几日规矩，倒真攀上高枝了。长姐说笑了，倒是长姐即将入林府，
更要熟悉规矩，别失了太傅府的体面。你敢教训我？住手！大小姐，老奴奉劝一句，二姐已是侯府认定的世子妃，动她就是动侯府的脸面。爹谢。姑娘客气，老奴这次是奉旨来送礼品才能路过，往后还要靠自己。大小姐，您消消气，为个淑女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的。闭嘴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她一个淑女，凭什么能得到皇后娘娘的赏赐？皇后娘娘口谕：罚沈氏月如抄写《清净经》100遍，以敬校友。果然是庶出样子，没有半点文人风管，就知道摇尾乞怜，去讨好一个下人。量你也得意不了多久。你以为学了一身规矩就能在侯府站稳脚跟了？真是天真！你根本不知道，你未来的夫君段九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被规矩框住的木头美人。前世他对我冷淡，就是嫌我被严墨教导后变得无趣。你现在得到的体面越多，将来被段九贤摔的就会越惨。我倒要等着看以泪洗面，沦为整个京城笑柄的那一天。老爷，月清不过是个庶女，给她108台嫁妆，传出去岂不让月如被人笑话？她一个庶出，凭什么？怎配得上如此多的嫁妆？住口！这嫁妆是侯夫人亲自添的，更有皇后娘娘的赏赐，岂容你在此智慧，折辱皇家和侯府的颜面？吉时到，请新娘上轿。沈月琪，你别得意，任你有泼天的富贵嫁妆又如何？眼看吉时就要过了，你的新郎官还流连在花丛中不肯来迎亲，今日你注定要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喜轿豪华又如何？没有新郎迎亲才是最大的笑话。静婵，我们走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武安侯府的世子爷还不来，怕不是真像传闻那样，根本看不上这位新娘子吧？我可听说了，这位新娘子本是太傅府的庶女，为了能嫁进侯府，才临时记在主母名下的，出身到底差了点。哎，真是可怜，成婚之日便给这么大的难看，这要是真嫁过去了，婚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小姐，怎么办啊？这可如何是好？那些人说话太难听了。别急，他会来的。侯府还是很看重小姐的，不然侯夫人也不会送来那么多贵重的天妆礼。世子爷许是被什么事耽搁了。沈月清，这就是你跟我争的下场。今天你就要当着全京城人的面，被你那纨绔夫君狠狠地踩在脚下。娘子，我来迎亲了。听闻娘子在家中被人耻笑寒酸，为夫今日便为你添妆，须让人知道，我段九思的夫人娘家不疼，自有夫家人来疼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唱！世子为世子夫人添妆，南海明珠108颗。我的天哪，世子爷当真是爱极了世子夫人。东海血珊瑚树1座，镶8宝琉璃瓶6对儿。真不知大小姐后不后悔舍了这泼天富贵，这二小姐当真有福气呀。本来没感觉，
现在一比，那林举人也太寒酸了，还说是读书人呢，老百姓娶亲都比他家讲究。不可能，一定是那贱人用了狐媚手段。吉时已到，请新郎迎新娘上花轿。别误会，我做这些不是心悦你，不过是听我娘的命令演场戏。进了侯府安分守己，别招惹我心上人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。一拜天地。孽子！侯爷，平日里无法无天也就罢了，今日大婚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羞辱当朝举子！圣人门生也是你能折辱的？安侯府的脸面全都被你丢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还不给我跪下！夫君，别走，好不好？你懂什么？小爷再不走，脸都要丢尽了。侯爷见谅，夫君今日行径确实与羞辱举子无异，但这皆因儿媳而起。夫君是体谅儿媳出身微寒，怕我被人轻看，才特意添妆，想让我风光入门。本是一番好心，行事张扬引来非议，倒是儿媳的不是了。此言当真？夫君行事光明磊落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儿媳怎敢当着侯爷的面诓骗？如此，倒是本侯错怪他了。侯爷，吉时要紧，莫要耽误了正事。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小姐，这不好吧？姑爷拜完堂就走了，您不着急吗？急什么？人已经走了，现在急也追不回来。何况我早有预料。可是新婚之夜就独守空房，您的脸面是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先把肚子填饱，才有力气想明天的事。前世嫡姐也是独守空房，我并不指望做什么恩爱夫妻，只求站稳脚跟，提醒侯爷避祸，便足够了。沈月清，今天在喜台上，你为什么替我说话？你是我夫君啊，自己的夫君被人数落，替夫君撑腰，难道还需要理由吗？你这小娘子好不知羞，是谁要你撑腰了？你肯定是偷听我说话了。那夫君是想听月清回答，还是不想听月清回答呢？我以为这个府里没人会听我说话呢。没关系，夫君以后有我。你别以为说几句好听的就能骗我身子，你休想！我的身子只能留给我心爱的姑娘。世子，您快去看看吧，我们家楚楚姑娘她不行了。楚楚怎么了？楚楚姑娘听闻您大婚，悲伤过度，从揽月楼摔了下去。楚楚，前世让段九星神魂颠倒的青楼花魁，果然来了。世子，您快跟我走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夫君，今夜是我们大婚之日，你当真要弃我于不顾，
留我独守空房，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吗？我家小姐都快没命了，你还拉着世子不放，你这女人好狠毒的心思！你家小姐好生无赖，受了伤找大夫去，世子不通医理，去了有什么用？深更半夜闯进世子心房，我看你才是居心叵测。世子之前退婚，是为了那位楚楚姑娘，对吗？我也想不清楚，我只是不想娶个老气横秋的小古板，整天像我爹一样教训我。那世子想娶楚楚姑娘吗？应该是想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世子今日就更不该听那丫鬟的挑拨，舍下我去找楚楚姑娘了。为何？新婚之夜，我独守空房，传出去不过是让人笑话我几句。我在家中自幼便遭人冷眼，这点嘲讽于我而言不伤皮毛。若侯爷和母亲知道您为歌姬弃正妻于不顾，他们会怎么想？若以后你我和离迎他入门，你让他如何立足？今日冲动反而是害了他。和离？和离？你要与我和离？自然，世子心有所属，我怎好强人所难？以后寻个时机和离便是。怎么样，段九思是不是连夜跑了？沈月清那个贱人是不是哭了一整晚？小姐，据说段世子他没走。什么？你说段九思竟然留下来陪那个贱人？绝对不可能！段九思那个顽徒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楚楚的诱惑？一定是沈月琪那个贱人用了什么狐媚手段！一大早的砸什么东西？真是没点大家闺秀的规矩。敬晨，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。母亲息怒，由她去吧。哼，没规矩的东西，什么脏的臭的都分不出来。大喜的日子也敢往府里带，成何体统？就是，大喜的日子他出来找不自在，平白给我们添堵，当真晦气。爹娘，你们说的是哪里话？依儿媳看，夫君不过是秉性纯良，心肠太软罢了。况且他昨日也没做出什么逾矩之事啊，闹了一会儿便一直在府中陪着儿媳了。我就知道我这熟媳没娶错，好孩子，这是九师的祖母传给我的，我今日便把它传给你，以后九师就交给你了。侯夫人太客气了，这太过贵重，月清不敢收。库房里还有个前朝的庄子，帝妻待会儿让人给你送去，再拨2家旺铺给你当私产。月如啊，我们林家清贫，你既然嫁过来了，就得守林家的规矩。把你带来的嫁妆钥匙交出来，以后家里花销由我来管。凭什么？那是我的嫁妆，哪有婆婆强抢新媳妇嫁妆的道理？你这什么态度？敬晨要考科举，处处都要打点，你不拿钱，难道让他去喝西北风？清晨，母亲说的在理，你如此大呼小叫，简直辱没斯文。快把钥匙交出来，别耽误我去赴诗会。诸位，在下偶得一首诗，请诸位品鉴。千言万转路不定，迷花已时忽已暝。好诗！林兄真乃旷世奇才，此诗必定流芳百世。林兄才华横溢，将来的科考必定高中榜首。诸位过誉了，不过是信手涂鸦罢了。九思这孩子从小被我惯坏了，不爱读书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母亲言重了，世子虽然表面不羁，但内心纯善。他能为了不让儿媳丢脸，当街添妆，足见他有担当。
假以时日，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沈月心，你别以为替我说几句好话，我就能任你摆布，走那科考仕途。世子莫不是偷听我和母亲的谈话了？你别管，总之我不会读书，这辈子也不会。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鬼门姑也不去，定会被人笑话的。急什么？那臭小子太不成体统，心腹回门大事，竟敢让你一个人回去。母亲，世子想必是与友人探讨学问忘了时辰，正是上进的表现。您莫要为我生分。拿着，这是娘给你添的压箱底，回了娘家腰杆要挺直。是，儿媳记下了。小姐，明明是世子有错，您何苦替他说话，还自贬呢？傻丫头，他是世子，与其指望虚无缥缈的喜欢，倒不如握住实实在在的好处。钱在，底气便在。何况你又怎知世子不会来呢？见过爹爹，见过母亲。月清回来了。世子呢？哎呀，妹妹，你怎么孤身一人回来了？莫不是世子给了你委屈？姐姐多虑了，世子公务繁忙，稍后便到。妹妹一介庶女，嫁入侯府本就是天大的福分，已是高攀。安守本分才是最好不过的，可不敢奢求世子像敬臣待我这般体贴入微，毕竟门当户对方是正理。月如，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？妹妹，你也别怪姐姐说话直，姐姐都是为你好。你是趴在本世子床底听墙角不成？我们夫妻恩不恩爱，还轮得到你来智慧？世子，夫人你也是，我不过是没穿你早上准备的那件锦衣，你便跟我使小性子，赌气抛下我独自回门。这次是为夫不好，在路上挑礼物耽搁了，没能及时赶来，害你被这些不知所谓的小人讥讽了。为夫跟你赔不是，好不好？你们，哈哈哈，原来是小夫妻闹别扭，酒肆来了就好，快入座吧。岳父大人见笑了。岳父大人，小婿偶得一幅前朝孤本古画，特来请岳父鉴赏。哦，拿出来看看。今日世子也在，正好让世子也开开眼界。岳父请看，这画风古朴，正如古文所云：“画者，文之极也。”运笔苍健，意境深远。不错，敬臣不仅能识好画，八股文章也背得熟练，可见平日用功。父亲，敬臣为了科考，每晚都读书到深夜呢。世子平日极少读书，不知对这幅古画能作何高深评价？我不会作诗，但我知道，这是一幅假画。你胡说！你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懂什么古画？岳父，这只有藤蔓纤维，
是稀世近年才出的藤皮纸，前朝绝不可能。这是市井骗人的仿品。这不可能！我可是花了100两银子买的。混账！这确实是新纸，你学坊浮爬不辨真伪，将来如何做官？岳父息怒，小婿知错了。世子虽不作诗，却懂得民生实务，这才是真正的本事。干嘛用那种眼神看我？世子，你可真厉害！下午你跟爹聊古董字画、前朝孤本，信手拈体，头头是道。我爹那样挑剔的人，都对你赞不绝口。雕虫小技罢了，不值一提，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怎么会？能让长辈开怀便是孝顺，能折服鸿儒便是本事。你凭真才实学赢得夸赞，这才是真正的才华。你真的不觉得我研究这些是不务正业，是旁门左道吗？当然不觉得，热爱做到极致本就了不起。博古通今，鉴赏雅物，亦是难得的学问和风骨。他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，第一个发现我这么厉害的，竟是这个与我契约成婚的小妻子。喂，下次回沈府等着我一起，知不知道？可是什么可是？你娘家那一窝豺狼虎步，没我撑腰，你被吃了都还傻乎乎数钱。世子，方才我看你胃口不佳，想来是应酬烦了。我做了小菜和葱油拌面，你尝尝。本世子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，你这……菜式虽其貌不扬，但极其下饭。世子就当可怜我忙活了一场，赏个脸吧。哼，这可是你求着本世子吃的，爷看你可怜，就卖你一个面子。世子，好吃吗？尚可。他不像母亲总说我没规矩，也不像旁人一味奉承，他只是觉得我吃饭香，这样的日子似乎不赖。小姐您看，世子爷现在真是脱胎换骨了，再也没和那些狐朋狗友出去鬼混，天天守在书房里。这只是个开始。月清啊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法子？九溪那孩子竟能整日窝在书房里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世子本就聪慧，只是从前未将心思放在正途，如今他肯上进，是好事呀，母亲。好事？我瞧着未必。这孩子从小就不是个省心的，越是乖巧，越是反常。你说，他该不会是在外面闯下了什么塌天大祸，怕被他爹打死，故意在我面前卖好，好让我去求情吧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管家，最近京城里有没有出什么大事。他该不会是在外面闯下了什么塌天大祸，故意在我面前卖好吧？原来如此，我当真是鬼迷了心窍，竟想着好好读书，省得他被我连累。
可到头来，便是我一心向学，落在我娘眼中，也不过是装乖卖巧的画戏罢了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白费力气？不如就如了他的心愿，继续当那个败家子好了。婆母，请恕月音以下犯上之过。月清，你这是何意？好端端的，怎么说起这话了？儿媳深知婆母宽善仁良，可婆母待我尚且宽容，为何待世子这般严苛呢？我待九思哪里严苛了？世子悬纲刺骨，发现毒书，您却怀疑他在外闯祸，只为在您面前卖好，这不是苛刻吗？世子这些日子鸡鸣而起，深夜方歇，其中的辛苦和上进之心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换位思之，若您在家中为家人尽心尽力，却被至亲之人怀疑初衷，您是否会心寒？好儿媳，是我不对，是我说错话了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今日这话，你千万莫要让九思知道啊！母亲放心，月清省得。只是世子对您一向敬重，您无心的话，听在他耳中，却可能重若千仞。沈月清，为了你，我定要出人头地。林大才子，你前几天在诗会上念的那首诗，可是我替你写的。我要500两封口费，少一个铜板，我就去太傅府揭发你雇人代笔。500两，你这是敲诈！我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那是你的事，我只给你3天时间。你赶紧回太傅府，去跟你娘要500两银子。500两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刚出嫁就回去要钱，我娘会骂死我的。我的诗词写不出来了，雇了人代笔，他现在要500两封口费，我不拿钱，他就要去揭发我。我要是身败名裂，你这个才子夫人也当不成，只能跟着我讨饭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快去想办法！林夫人，500两银子我们可以借，但我们这是正规的印子钱，9出13归，利息极高。你若是1个月还不上，这利息可就翻倍了。你可要想清楚。只要度过这次危机，景琛考上状元，多少钱还不上？我签，赶紧把银票给我。腰要沉，出拳要快。世子，拿出你的力气来。步伐别飘，重心稳住。再来。月清啊，你看看九思都练成什么样了？读书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动起真格的了？你对九思也太心狠了些。母亲教训的是儿媳心急了些，只想着让世子强山健体，未曾想过教熙下手如此严厉。难不成你还真想把他培养成文武双全不成？快些辞了这教习吧，看着就心疼。是，儿媳听婆母的。你这手艺倒是越来越好了。世子，我看这教习下手也忒严厉了些，要不我明天就去辞了他，也省得您整日遭这份罪，我也好向娘亲交代。辞了他？月清，你是瞧不起我吗？我怎会瞧不起你？世子在我心中是顶天立地的伪男子，我只是看你每日辛苦，身上添了这么多伤，我心疼。
区区小伤，不足挂齿。我段九思岂是半途而废之人？这事你别管了，娘亲那边我去说。季轩，是。月清啊，你是个明事理的，九思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从今天起，这侯府的账房钥匙和管家对牌就交给你了。多谢母亲信任，儿媳定当尽心竭力。哼，一个狐毛丫头也想管我们，走着瞧。白日我找过我娘了，教习的事，还有读书的事，我都和她说清楚了。往后不会再让你受这种委屈。少夫人，这几家大商铺这个月的流水实在太差，好几笔货款都收不回来。现在账面上资金断裂，下个月府里的开销怕是发不出来了。怎么可能？前几个月都好好的，偏偏少夫人一接手就资金断裂了。生意场上的事儿，谁能说得准呢？少夫人若是没钱，不如把对牌还给夫人，让夫人来想办法。既然没钱，那就去查查库房里有什么闲置的东西。立刻带人去清点东库房那批积压的贵重皮草，送到京城最大的正规钱庄进行合法抵押，换取现银盘活资金。这怎么行？照办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我那庶出的二妹管家没几年，侯府账上就没钱了。我看侯府就是外强中干，迟早要败落。真的吗？看来这侯府也不过如此。我请了商会的第三方查账，你们不仅故意抽空商铺流水，还在过去3年里做假账，贪没了侯府5000两白银。少夫人，你这是诬陷！铁证如山，你还要狡辩？衙役大哥，此人贪墨巨款，我已经向京兆府报案了。走吧，跟我们回衙门。我媳妇儿也太厉害了，相比之下，我还是需要更加努力。不行，我得去多买几本书。父亲寿辰，小婿遍寻名家墨宝，聊表孝心，愿父亲松鹤延年，福寿绵长。好，好啊，景臣有心了。武安侯世子到，世子妃到。这还是京城那个纨绔世子段九思吗？简直像换了个人。是啊，这气度身姿，哪里还有半分顽劣之气？爹，靖臣前些日子已通过红山学院入学考核，下月便要去那里了。好，果真如此，好，好啊！景臣，你果然没让老夫失望。练得人高马大又如何？不过是个空有蛮力的莽夫，
哪里比得上我家靖臣满腹经纶？岳父谬赞，孩儿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罢了。月清啊，你可要多跟你姐姐学学。男儿当以仕途为先，拳脚功夫终究上不得台面。世子上个月就已经拿到了红山书院的入学资格，过几天他就要和林姐夫做同窗了。不可能，他这个草包怎么可能考上？我拿出一幅画送给启梦山人，光明正大换来了一个入学考试名额。世子凭着真才实学，已经顺利通过了书院的考管。世子殿下，在下赵体入，这位是我的同窗，我们都是寒门出身，以后在书院还请世子殿下多多关照。叫什么世子？进了书院就是同窗，论资排辈，说不定我还得叫你们一声师兄，以后叫我九思就行。世子，九思兄竟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我们还以为架子能当饭吃，我以前在家里也吃过苦。对了，你们近日在看哪本典籍？我刚入书院，许多地方还摸不着门路，正好一起探讨探讨。堂堂武安侯府世子，和一群泥腿子称兄道弟，真是自甘堕落，有辱斯文。总比某些人一肚子酸水，装的人模狗样，背地里净搞些龌龊勾当强。公子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，要不要小的去？急什么？走得了今天，走不了下月。都按公子吩咐备好了，到时悄悄放进他考篮，山长搜出来，他百口莫辩。段九思，躲避脏水泼上身，我看你要怎么洗。舞弊，这分明就是有人见不得九思好。父亲，我没有做过。你说没有，那老子便先信你。但别人不信，所以这一次你要让整个红山书院都闭嘴。这封信越急着把九思赶出书院，越说明写信的人怕他继续留下。还能是谁？知道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他再也没有翻身污你的机会。既有人告你提前得到考题，那今日便不考旧题。北境连年水患，灾民南下，粮价飞涨。若你是一地父母官，如何解？先救急，再救穷。官仓开粮只能撑一时，应立即核查当地粮商存粮，由公府担保借调，严查哄抬粮价。同时招募灾民修河、筑堤、通路，以工代诏。然后呢？水退之后减免赋税，发种粮，修农渠。若只施粥，灾民今年活下来，明年还会变成灾民。答得好。至于匿名信，本官也查清了，匿名信所用的纸是红山书院赠录房专用竹文纸。前日只有一名学子以练字为由领走3张废纸，正是林敬之。笔记、用词，甚至“食物乃小道”这句惯药语都一模一样。凭这些就想定我的罪？以前我真是个纨绔，你瞧不起我，我认。可现在我肯读书，肯上进了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怕？我只是看不惯一个鸠占鹊巢的废物过得这么风光。你问我为什么恨段九思？因为我才是武安侯世子。你疯了！我没疯。当年你嫌弃我母亲出身低微，为了迎娶贵女，抛弃我们母子。段九思拥有的一切，本来都该是我的，我才是你的长子。你这么跟他说的？
娘，你说话呀！景区，你不是侯爷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林大强才是你亲爹。当年他违抗军令，死在乱军中，军中不发抚恤，是侯爷念着同乡情分，自己掏银子估计你们母子。你小时候总被人欺负，说你没爹，我怕你一辈子抬不起头，才骗你说侯爷才是你亲爹。所以，我恨了这么多年的人，其实是我们林家的恩人。一个谎言骗了你20年，可后来那些选择是你自己做的。你本有功名，有才学，有机会堂堂正正的往上走，可你却被虚假的仇恨蒙蔽双眼。真正毁掉你的，从来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林敬晨，你品行败坏，诬告同窗舞弊，书院决定将你除名，科考资格也取消了。夫子，我读了10几年书。你读的是圣贤书，可惜一句都没读进心里。你被除名了？你怎么能被除名？你明明会高中，你明明会入阁，你明明会成为首辅。你怎么知道？从成亲之前，你便笃定我会高中，你甚至知道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。沈月如，你嫁给我到底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你口中的那个首辅？有区别吗？我要的本来就是荣华富贵，如果早知道你会变成今日这样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你？原来如此，我拿你当妻子，你拿我当赌注。我要跟你和离。好，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选的最准吗？那就去看看，你还能选谁？爹娘，我要和离，你们把我接回来。和离若有正当理由，沈家可以替你主持。但你借下的债你自己还，你做过的事也别指望沈家替你遮。爹，我是你的嫡女。月清也是我的女儿。从前我总以为嫡庶便能定一个人的高低，到今日我才明白，一个人最后站在哪里，看的是他自己怎么走。沈月清，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不然你怎么会选段九思？你早就知道他会翻身。我知道的，并不比你多。骗人！姐姐，我们最大的不同，不是你选了林敬亭，我选了段九思，是你一直把前世当成这一世的答案。你知道林敬晨前世显贵，所以你嫁他；你知道侯府前世败落，所以你弃了段九思。可人不是写在为什么能走到高处，段九思为什么会跌到谷底，你从来没想过。我也怕过，可后来我才明白，重来一次不是让我们提前知道谁输谁赢，然后押对一个人，是让我们有机会不再做前世那个自己。所以我还是输了。你不是输给我，你只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。沈月如今日来找你了。她是不是后悔当初没嫁给我？她只是觉得自己选错了人。那你呢？我？若我明日没考好，你会不会也觉得自己选错了？我从没因为你将来能做什么才对你好。你能走到今天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考得好，我陪你高兴；考不好就回来。回来做什么？回来陪我。
沈月清，那你等我回来。好。北境3州暴雨成灾，河堤决口，田地被淹，10余万百姓流离失所。若由你主政，该如何处置？臣以为，眼下最急的是治水。如何治？水患不可只堵，应先命熟悉当地水势的河工勘察上游支流，封堵最危险的决口，同时疏通淤塞旧河道，将洪水引向可以泄洪之处。但泄洪之前，必须先迁走沿途百姓，不能为了保一座城，再淹掉另一座村。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本圣贤书上学来的？回陛下，书教臣明理，可真正让臣明白这些道理该怎么用的人，是臣的妻子。哦，他曾告诉臣，文章写得再漂亮，若解决不了眼前人的难处，也不过是一张纸。好一个不过是一张纸！段九思策论务实，心有百姓，朕亲编你为本科状元。臣谢陛下。那是我儿子，看见没有？那是我儿子。行了，知道是你儿子。这是我儿子。夫人，庄元郎，这回总不算纨绔了吧？还得再看看。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朝里的事办完了，自然回来陪夫人。看什么呢？看他们，也看看这些年。前世我以为嫁给什么人便是什么命，重活一世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命运从来不是别人替你安排好的那条路，也不是因为提前知道结果。风起了，回去吧。再看一会儿，这一世我不再想着压谁输输谁赢，真正能走到哪里，还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去。这一回，我终于把自己的日子走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